独裁者一旦意识到自己进入了执政后期，只要他得一次中风，就会启动对社会的大清洗。今天倒下的施永信和汪林鹏只是开始，接下来的十几年，倒下的人可能会更多。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美西时间7月27号。现在国内最大的新闻就是施永信和另外一个人的，这俩人倒下，一个被带走，一个人是坠楼身亡。咱们先说大家热议的施永信吧。这个人物绝对不是河南拿下的，因为他本身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佛学会的副主席，然后呢，他还是当地的摇钱树。据公开的消息，他每年为少林寺创造的收益是超过2亿人民币。你说河南舍得动这个宝贝吗？说句实话，如果少林寺没有施永信，不可能取得这么多的财务成绩。税收当然地方也分走了嘛。如果说施永信没了，这少林寺它还是少林寺吗？所以说能动它的只能是北京，也只能是老习。有人讲了，他这次被动可能是说犯了什么政治高压忌讳了，因为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他曾经出访和什么梵蒂冈的教皇握了个手。我感觉这个不会他作为这个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级别很高的这种人，号称为政治和尚，他难道不知道这个梵蒂冈和中国没有建交吗？他如果没有上边的允许，是万不敢私自去见的。所以这条呢，说明外宾不太了解中国的情况。那我们来透露一下，他是咋被捕捉到的，或者说呢，实际上他半年前呢就已经被编控了。我们看了一下财新报道，是在今年的7月25号深夜，他是被叫走的。这个有关方面没有说，我相信应该不是当地的，应该是来自于北京或者是北京指使的。那他啥时候被编控的呢？据财新报道，是在2025年的2月份，他一次出访回来以后，护照就被收走了，实际上就是被编控了，不允许出去。但是据报道呢，他当时在国内可以自由活动，但是被叫到有关方面去问话了。报道是这样讲的：施永信在今年新年后出访归来，即被限制出境接受官方谈话，但在国内尚能自由活动。至5月份左右，当地政府派人以少林寺管理处的名义常驻少林寺。这个机构的组成人员包括郑州市和登封市的宗教局统战部。这个统战部就是党管宗教的一把手部门，这宗教局只能是业务指导。也就是讲，5月份他就已经失去了对少林寺的实际控制权，啥时候抓他只是收集证据的问题。所以说7月27号正式官宣他被逮捕了，罪名你也能猜得出来，无非是贪污香火钱什么挪用资金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什么私生子女。这事儿新鲜吗？他一点都不新鲜。那我们讲他为什么会走到现在呢？施永信其实既是为名所累，他也是被钱所累。他现在想剪除这些东西已经脱不掉了。正所谓呢，上贼船容易呢，他下贼船是难。第二个，我们说一个悲情人物吧，就是当年的湖北首富叫什么自然之家的老板CEO， 今天正式确认官方消息是坠楼了。我们简要看一下。7月27号，家居行业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居然之家就是原来的居然之家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 CEO 汪林鹏坠楼身亡，享年57岁。这消息居然是正式内部官宣，瞬间在行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资本市场也为之震动后边就不用念了。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人物，他为什么被拿掉呢？还是为钱所累。因为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现在缺钱，现在不可能再给你印钱了，至少说不可能印那么快，只能把社会的钱拿回来。因为在我党眼里，
你无论是政治，原来当过官员、副国级那个没关系啊，只要你不是现任的，不是老习的嫡系，你挣的那些钱啊，那都是组织的，想需要的时候啊，是随时可以拿回来的。那我们简要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哈。他呢实际上是被逼死的。今年的4月17日晚间，居人之家公告发布称，董事长被武汉市江汉区监察委员会实施留置措施，并被立案调查。当时这消息如重磅炸弹，让整个市场为之哗然，外界对此纷纷猜测。有些人就猜测呢，这实际上是一个算后账，因为在2019年他的借壳上市的时候呢，他已经被指出套现了52亿。实际上，无论是哪一个企业家，你上市的时候都要多多少少给当地的监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啊，要留一部分股份，也就是代持一下，人家是不出面的。但是你为什么要急于变现呢？是人家上市，人家该收割了。所以当时套现多少呢？是52亿人民币，存在左手倒右手的情况，并通过关联交易抬高估值，利用国企改革的漏洞完成了金蝉脱壳。在汪林鹏被滞留的3个月时间里，居人之家的股价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使其直接持有的3.72亿股权被司法冻结，占总股本的 5.97%， 公司股价跌幅超20%，市值蒸发60亿元。他在协助调查这3个月啊，公司的股价60亿没了。第二呢，他个人的钱呢也被冻结了。直到7月23日，居人之家再度发布公告，官方对王林鹏的留置措施已经解除了，变更为责令候审，就是你可以回家了。王林鹏已回岗位工作正常履时，这本让市场和公司内部看到了一丝曙光，以为风平浪静即将结束。然而仅仅4天后，王林鹏坠楼身亡的消息却如晴天霹雳，再度让行业陷入混乱和悲痛当中。在那里边啊关了3个月，出来以后啊直接就跳楼了。那咱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他重获了自由，却对未来绝望了？我们来看，目前呢，居人之家的业绩压力是非常大的。据公告显示，去年该公司实际营业收入是129亿元，同比下降 4%， 实际归属于公司的利润就只有 7.69 亿元了，同比下降了 40%。 就是23年还挣得多一点啊，24年下降，今年我相信只能是更下降，有可能会报一个负数。公司资产持续冻结，公告披露，汪林鹏所持有的 3.72 亿股权已于4月份被100%司法冻结，公司再融资定增减持全部暂停，资金链只进不出，任何一份到来的起诉书都会触发银行的抽贷、债券交叉违约。冻了3个月，首先啊，企业是越来越走下坡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所承受的心理高压呢，是任何人无法体会的。从湖北首富到被立案，2019年借壳上市当天，汪林鹏身家是368亿人民币，成为湖北首富。2024年胡润排行榜，他的估值呢是125亿，但是呢，他只是账面的，实际上他动不了。2023年7月、11月2次大宗减持，合计套现22亿元，被投资者质疑要跑路。他在留置期间，其母亲、妻子以及2名高管相继被带走协助调查，家族连坐式震荡直击他的心理防线。也就是他在被留置期间啊，自己的太太、母亲还有重要的亲信啊，他都被抓起来了，都被协助调查。所以现在他出来以后发现，银行也不会贷给他款，经营业力也差，如果再赚了钱的话，还有可能被收走。他对未来啊，实际上是绝望了。与其去应对这个问题啊，这就有点像王健林了。王健林已经70多岁了，现在资产不停的被变卖，剩下的这10几年的生命后期，不就成了一个高级奴隶吗？而且他已经被边控，也出不来了。这种命运啊，让人可能是生不如死。他一想到这儿呢，
更没啥信心了，所以啊，就选择了寻短见，也算是一种解脱吧。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这种事儿。今天啊，两个人同时倒下，它的根源是什么？幕后的黑手啊，实际上还是在上边。那我们讲到呢，独裁者他只要发现自己啊已经进入了执政后期，也就是10年，也许10几年啊，他就会抓紧进行清理，因为啊，他要让自己的思想，让自己的子嗣或者让自己的接班人呢平稳过渡。他要剪除一切能够对他形成威胁的人。你想一下，什么人能够为他形成威胁呢？掌握权力的，掌握军权的，有巨大声望的和有钱的。因为你钱呀可以招兵买马，你有声望可以一呼百应。比方说达赖出走了这么多年，现在都80多岁了，现在他在共党的眼里，他仍然是有巨大号召力的人。所以说，你现在在国内的宗教领袖啊，少数民族的领袖，包括一些顶尖的富豪啊，你实际上必须让这些人谋反或者威胁的资本拿掉，无论是资本还是信誉，最好呢是肉体的消灭，以判进去。那我们给你举几个例子啊，还是举这个当朝的例子。实际上毛几次中风呢？他是在1972年、74年、76年3次中风。在第2次中风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了启动对周边亲信的清洗。他的接班人啊，根本不是话不过风，那只是一个妥协的结果。甚至是老话呢，说你办事我不放心呢，后边还有话呢啊，有时间咱们专门聊一下。他的接班人实际上他就是四人帮，因为党的副主席已经变成了这个第一副主席啊，已经是王洪文了，他的排名在周恩来之前。那政府呢，你周恩来走了以后啊，就应该是张春桥，现在是第一副总理。那军队呢？军队是他的老部下，也是这个他的侄子的导师吧。他已经把后路留好了，就是让这些人接班。那老帅能服吗？不服，不服，挨个啊，在文革期间就已经打进去不少了。但是仍然有些人要剪除。我们来看一个数据，在他是1974年中风，但是啊，当时几大常委，1973年的8月30号。中央选出的常委有谁呀？你看一下啊，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就这8个人。但实际上他要挨个来收拾。首先说排名第1的王洪文，这是接班人，这是不能收拾的。第2，叶剑英啊，其实是不掌握实际军权的。第3，朱德是1976年7月6号死的。这个死的很多人说是因病死的，你不对。很多警卫员、秘书都回忆了，有病他不给你治，活活就这么拖死的。好，接下来李德生，李德生是1974年就已经这个辞职了啊，党副主席离职了。周恩来死于1976年1月8日，也是有病不给治，连那个电灼都不给电灼。康生1975年因病去世啊。接下来是董必武，董必武是75年4月2日去世。也就是当时8大常委里有4个人去世的，而留下的几个人啊，恰恰是他的亲信。你有可见，他在第2次中风的时候已经在做这个动作了。那当然了，他本来希望邓小平呢能够接自己的班，或者说你给我写一个报告，把这个文革的事儿啊咱们定下来，你不翻案。但实际上发现老邓不买账。我们来看当时著名的情节啊，就是所谓的不知有汉。那是在1975年的11月份，这已经是2次中风以后了。老毛啊，实际上在考虑，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以后，或者说我再一次发生第3次中风，这个局势能不能握得住，自己的人能不能接班。所以他是讲呢，让当时的邓小平，你呢组织做一个决议，那就是说文革是对的，不要翻我的案。但是啊，这个老邓就讲了，我是桃花源中人呢，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就是文革的事儿跟我没啥关系，我都被打倒了，我这后期才起来。老毛一看，你这是不想给我走到一条道啊，那我就把你干了。所以说他的3正1副全给他干掉了，什么副主席副总理总参谋长全干掉了。目的是什么呀？
既然你知道我要走了，你不给我一条信，不给我一个交代，我也让你失去一切。所以说是开除了党内的一切职务。所以真正啥时候出现问题呢？就是周恩来死了以后，邓小平啊，他去这个观看这个悼念活动了，被人告密以后全部抹掉。所以说真正毛在后期的时候啊，他周围的人就那么几个人。其实啊，现在是2025年，何尝也不是到了一个执政后期呢？据传国内啊也有人有中风的这种传闻，从一些走路的步态呀，包括一些说话不清晰呀，有时候面部表情僵硬啊，这都是一种小中风的一种后遗症。那啥时候再中一次呢？因为老毛非常清楚，当年这个斯大林是怎么死的，就是因为中风。本来中风了以后能救过来，没救，因为人们啊，他不敢进入他的办公室，就让他在那尿坑里边死亡的。而且他死了以后呢，接下来的赫鲁晓夫啊，把这斯大林抛出来，把当年干的那些糗事首先在党内进行公开了。他在想，我要是走了以后，那邓小平呢？邓小平既然被打倒了，那其他人呢？所以说啊，必须把有声望的人都给干掉，扒的常委其中有一半被干掉了，这个就是历史。那这个历史它一定也会重演。所以说未来的十几年，只要在中国积累的巨大财富的人，他会担心你有一天啊招兵买马。你有声望的人，无论是文艺界、政界、宗教领袖，你当过副国级啊，都要消灭掉。你比方说李总理啊，前李总理，不到70岁游泳的时候死了，你觉得这事儿它正常吗？所以说后期的政界的、学界的、文艺界的，只要你有巨大的声望，有一天会被强推上去啊，你都得要小心。我说这话不是危言耸听，当然了，这是我个人观点，欢迎朋友们在留言区留言，说一下您认同我这想法吗？咱们共同探讨啊，明天见。